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来看职业歌 NV Long 前世界打野 FMVP 酒桶的一个刷野思路教学。像酒桶的话，没有像之前仙宫刚出来那个版本那么强势了。那时候是真的秒天秒地，这版本的话，它的那个伤害是一套一套的打，只能送外号大卫带。这里面的话，它是学 W， 一级学 W。然后像他的话是喜欢主牌嘛，所以呢，他的第一件会选择先出那个切法典。像正常的话，你单排的话可能会要第一件选择出巫妖之握，或者看情况选择出其他。但你也可以尝试队友配合的好的话，你就多找，就是前期更快的有大招。这样的话，团战会打起来更舒服点，就可以把对面给炸过来了。像酒桶，它的被动就是每次使用技能后都会喝一小杯，立即恢复那个生命值。Q 的话就是往前方丢一个方向，丢一个小桶，持续时间越久，它的伤害就会越高。所以就有那种像单游的话。手游会比较难操作出那种端游那种几何桶，就是把对方炸到你丢 Q 的位置，像前期伤害够高，所以呢完全可以去找对面。而且酒桶的话有 W 这个技能，在喝酒的过程中呢，它是可以抵消伤害的 2.5 秒内。而且在喝完以后，它又有那个被动回血，所以就很爽。算是在怎么说呢？你就算出全输出，它也是比较能扛的一个人，而且伤害也不低。但就是这英雄要有一点点熟练度，比如说他的翼闪能更快的撞到敌人，增加一个距离。有 Q 的话也可以打个远程消耗这里面对方给了个大招，那排一下眼。像符文方面的话，前期如果说你就是那种找不到优势的话，你就选择直接丢大，叠那个仙宫。这里面的话过来翻页，对面4个人到场，这样的话射手就要被换掉了，辅助的话往后拉。像酒桶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，比如说你前方没有眼，你也可以用 Q
去帮忙做一个探视野。标准的连招就是 EWQ， 或者说先 W 了，喝了那个酒以后，直接顺打爆发。这里的话，回头有被动完全扛得住，再一个大招炸死，这伤害还是很顶的。现在在这种盲僧啊，这种 AD 打野里面横行的时候，酒桶打也算是不错的，只不过就是玩的人比较少。因为之前版本是在那个仙宫刚出的那1-2个版本，酒桶是太离谱了，就是一个大招，对面射手就直接铲了，要补个 Q， 甚至人都不用往前走，你知道吧？这里的话封住对面的走位，等他落地的时候再往他那边丢 Q。像符文方面就是先攻更快的发育嘛，也有伤害加成。酒桶一般也是以先手，比较先手的。然后像猛然突击，还有一个僵尸守卫，这些3红。最后一个的话就带一个减 CD。他这边其实好像也是先做那个巫妖之舞，但第一个小件有个小法穿，先做一个小法穿而已，所以可能还是放在第2件或者第3件去做那个切法典。但如果说你比较混，可以选择说先做那个切法典。这样的话开团，因为现在前期跟以前比的话，开团次数确实就是节奏得快一点。这里没有大招就不太好去开团，选择往后拉，然后用 Q 去远程 poke。这里的话有 E 有闪，如果想找机会的话，可以选择 E 闪，但机会没那么好找。还有就是像现在法师，如果说下一波团你比较难做出第2就是小半件的话，那你可以选择直接出4个法术书去补一下伤害，这样的话打团的时候就没那么可以伤害更高一点，没那么吃力。
就有一些英雄他总会有一点点的乏力期的，就装备那个，比如说某个装备没出来以后，这边像这个版本的话，就是要去入侵把野区对面的野区的资源入侵掉的话，那边打野发育不起来，就很难去带节奏。看这里蓝红吃掉。然后自家的野区可以让自家的那个上单或者射手或中单去吃掉它。我得看哪些英雄咯，像如果说你选个加里奥，吃野速度确实很慢。这里阿罗拉被阿罗拉打了一套。还没有遭到削弱。如果阿罗拉的话，估计后面会削一刀，那伤害确实太变态了。他到后期一个 Q 加一个 E 的那个，然后再加上被动的第3层爆发，基本上你像这里的话还是。9桶有优势，所以才扛住了。如果说没有太大优势的话，基本上半血以下了，然后这就可以交大招直接来搞你。这里的话，剑魔野区资源都没了，那这样的话就只能选择来这边吃带线，但。又被抓单了，那直接可以选择来开冷，就职业哥的那个节奏思路就很舒服。像现在的一些法师，像现在的法师英雄的话，我感觉他就只是前期比较缺蓝，后期的话有那种共享蓝红 buff， 完全不缺了。所以现在普通的这种传统法师，只要熬过前期，所以说啊，帮助主要以这个现在传统法师前期都是主要以功能型为主，然后后期的话能帮对，然后就开始发力了，就很猛。阿劳拉的话就2件套吧，2件套就开始发力气了。然后你看第3件，反正做完有大帽之后，伤害的话已经很高了。然后后面你看你是补一下王冕这种，增加一下自己的容错，就可以通过 W 和王冕技能去抵消一些他们的那个爆发伤害，还是蛮爽的。然后你再给他们一套。反手给一套，那这样的话对面就没什么打的了。把下路一带，3路兵线同时到，那往里一进，就算这个塔有盾的话都不好守。这里面把对面炸回来，没有剑魔这个成牌的话，对面完全打不了了。那这局的话，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拿下喽。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。